了，又晃晃悠悠的。去你！哎，小心点啊，这护栏还没修好呢。知道了。天空！看到这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怜，但当你知道他做过的那些蠢事，恨不能立刻给他埋了。男人名叫陈连福，相貌一般又没啥本事，却偏偏娶了10里8乡有名的村花桂芳，这使得陈连福一跃成为全村男人最羡慕的人。陈连福一张脸也笑开了花。而自打桂芳进门后，喜事也是一桩接一桩，没多久便为老陈家顺利诞下一女。陈连福抱着孩子一脸傻笑，然而当他听说是女孩时，却立马变了脸。怎么是个闺女啊？这闺女怎么了？闺女听话好带呀。那闺女她得嫁人，给别人养的嘛。陈连福一心想要个大胖小子，对生了女娃的桂芳充满了抱怨。女儿出生不久，他便以挣钱养家为由，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工了。而这一去就是好几年。在工地赚了点钱后，陈连福经常跑去发廊逍遥快活，一来二去和洗头妹白梅搞在了一起。白梅年轻漂亮，又能说会道，陈连福被迷得神魂颠倒，直接把老婆和孩子抛到了脑后。而苦守农村的桂芳因牵挂丈夫，于是便在小叔子东华的陪同下进城寻找，不料却撞见陈连福和白梅同居在一起。而这白梅不但不知羞耻，反而趾高气扬地逼着陈连福当场和桂芳摊牌。陈连福就像听话的哈巴狗。臭女人，你跑这捣什么乱啊？桂芳显然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，直言自己在家辛辛苦苦照顾孩子，而他却在外面和野女人鬼混。不料白梅一下子不高兴了。你说谁野女人啊？连福，你可要替我做主，给我狠狠地扇这个乡巴佬！你个臭嘴！大哥，你跑这儿来捣什么乱啊？你不就生那个丫头片子吗？啊！桂芳没想到陈连福会变成这样，不料陈连福竟还想动手。一旁的东华看不下去了，急忙把大哥拉住，将嫂子护在身后，并怒斥大哥不是人。东华母亲早亡，自打桂芳进门以来，便对她格外照顾，于是在东华心里早已将这个嫂子当作自己的半个母亲。如今眼见嫂子受此欺辱，也是气愤不已。然而陈连福却说这不关他的事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谁要是敢欺负我嫂子，我就连你和那个妖精一起打。你说什么混账话呢啊？连福，你给我狠狠地收拾收拾他！陈连福自然不愿和弟弟动手，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桂芳。桂芳，我告诉你，我跟白梅好上了，啊，我回去就跟你离婚。桂芳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哭着转身就跑，一时想不开就要跳轨寻短见，幸好被东华死死拉住。桂芳被打跑了，白梅却还不肯罢休，催陈连福赶紧和桂芳离婚。陈连福却说家里人都很喜欢桂芳，现在离婚家里肯定不同意，要白梅再等等。不料白梅却说：你能等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等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怀了你的孩子的人。我找有经验的大夫看过，这个呀可是个儿子。陈连福一听是儿子，立马心花怒放，满口答应白梅，自己马上就回去跟他离婚。隔天，陈连福就回到老家，几年没见爸爸，女儿妞妞高兴地迎上来，可陈连福却一脸不耐烦，直接把孩子凶跑了，然后恶声恶气地跟桂芳提离婚。桂芳问他到底做错什么了，非要跟他离婚不可。陈连福却振振有词：你没错，只是我以前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女人，就随便找个人结婚了，那是为了传宗接代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桂芳苦苦哀求陈连福看在女儿的份上不要再闹了，陈连福却说他要的是儿子，而现在白梅怀的就是儿子。难道生女儿是我的错吗？你不要那么贱，缠着我好不好？我再问你一次，离还是不离？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离。好。陈连福一点都没客气，拽着桂芳的头发就是一顿毒打，但桂芳却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为了女儿打死也不离。陈连福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城里。白梅见陈连福空手而归，顿时不悦，扬言若是离不成的话，
自己就去告他重婚罪。陈连福一听，立马就跪下了。你别告我，白梅，你告我，你不是守活寡了吗？是不是？白梅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啊！我一定跟他离。陈连福被逼急了，只好再次跑回家。桂芳以为他又要动手打人，不料陈连福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桂芳，我求求你，白梅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是不跟你离婚，他就去告我，那我就得坐牢啊！我求求你。事已至此，桂芳也终于明白了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。于是心灰意冷的她答应了陈连福离婚的请求，但同时她也提出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女儿必须归自己。陈连福想也不想的就点头答应了。桂芳前脚刚走，陈连福后脚就把白梅领回了家。白梅假模假样的对公公和小叔子客气，但公公和小叔子都知道她不是什么好女人。为了这种人把桂芳那么好的媳妇挤跑，陈家二人对白梅自然没啥好脸色。可白梅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，当晚就对着陈连福一顿抱怨。连福急忙舔着脸说那明天就回城里。然而白梅却不甘心，直言自己带了那么多礼物来，就这么走了岂不亏大了。随即又态度一变，话锋急转，直言自己现在怀了老陈家的孙子，这家产怎么的也得分点给自己吧。白梅软硬兼施，连福很快就招架不住了，答应白梅自己明天就去向老爷子讨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连福就找到了老爷子，表明来意后，老爷子却说自己也没钱，让他哪凉快哪去。可连福却说自己昨天翻了他的抽屉，看到还有1万块钱。老爷子却表示那1万块钱是留给弟弟娶媳妇用的，别打坏主意。连福却不肯罢休，说自己拿钱去做生意，等赚了钱后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。连福死缠烂打，老爷子一怒之下答应了，将家里的存折摔给了连福。拿着你的钱走，给我滚得远远的！从今以后啊，你和你那个妖精不许再进我这个家门！陈连福转头就把钱都给了白梅，白梅欣喜不已，说自己要拿着这些钱去做笔大生意。连福忙问是什么生意，白梅却一脸不耐烦，直言你个乡巴佬懂什么，等着收钱就行了。连福对白梅那是100%放心，当即也不再多问，开始做起了发财的美梦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处心积虑编织的陷阱中。这天连福下班回到出租屋，却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值钱的东西被搬得一干二净，而白梅却早已没了人影，只在桌上留了张字条：连福，我走了，我跟你过下去实在没什么指望了，你不要来找我。陈连福恍然大悟，急忙冲出门，像没头苍蝇似的一通瞎找。几天后，终于在路上撞见了白梅。然而白梅此时早就勾搭上了另一个男人。陈连福立即冲了上去：狗男女！你干什么？怎么想打人呢？还不走？怎么哪儿不舒服啊？陈连福快气炸了，直言自己为了他抛妻弃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对自己？然而白梅却说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，没人逼他，并直言自己也有追求更好的男人的权利，像他这种抛妻弃子、忘恩负义的人渣，自己怎么可能跟他过一辈子？连福又苦苦哀求白梅，看在肚子里的儿子的份上，不要再闹了，赶紧跟自己回去。白梅却一阵冷笑：你白痴啊！我怎么可能怀你的孩子？原来所谓怀孕只是个谎言。陈连福这才知道自己就像马戏团的猴子一样，一直被白梅耍来耍去，但他又拿白梅没什么办法，竟在大街上朝着他跪了下来，说他要离开也行，但是要把那1万块钱还给自己。白梅闻言笑得更开心了：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就那点钱当自己的青春损失费都不够，还想拿回去？天真！白梅说完就迈着优雅的步子扬长而去。一夜之间鸡飞蛋打，无助的陈连福瘫软在地，痛哭不已。第二天，魂不守舍的陈连福在工地上干活，不小心出了意外，直接摔成了脑震荡，还摔断了一条腿。陈连福没地方可去，只能厚着脸皮一瘸一拐地回家，却恰好看到桂芳在照顾老爷子。原来桂芳虽然离了婚，但还是经常回来照顾陈家人。桂芳早已被陈连福伤透了心，一刻也不想多见他，做好饭后立马转身就走。陈连福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做的孽，于是第二天便上门找桂芳，还破天荒地给女儿妞妞买了礼物。陈连福虽然一直对女儿不待见，然而女儿却非常喜欢他，
连忙将他领进了屋。桂芳见到陈连福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怒斥他怎么还有脸到这个家里来。说完就教训妞妞：“妈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不许乱拿别人的东西，你知不知道？”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我的爸爸。你看看他，你看看是不是你爸爸？你上学需要钱的时候他去哪儿了？你生病住院的时候他去哪儿了？他现在被别的女人甩了，就想起我们来了，他早干嘛去了呀？陈年福一听，立马又跪下了，直言自己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哀求桂芳看在以前的夫妻情分上，就收留自己这个残废吧。桂芳却忍不住一阵冷笑，直言二人的夫妻情分早已了尽，让他立马滚出去，自己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。陈连福自知理亏，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却不敢还嘴，只能灰溜溜离去了。不过他当然不肯就这样罢休，他心想桂芳不愿意见他，但妞妞愿意见啊，于是他便找到妞妞。现在妈妈不让爸爸回家，那只有你能帮爸爸呀，是不是？那我怎么帮你呀？妈妈不让爸爸回家，你也不回家，这样你妈妈一着急就让爸爸回家了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不就团聚了吗？对不对？孩子哪里懂得大人之间的迫事，他只想和别的孩子一样有爸爸妈妈陪着，于是便答应了下来。陈连福随即将妞妞藏了起来。桂芳找不到孩子，顿时急了，和小叔子东华疯了似的到处乱找。他火急火燎地找到连福，然而连福却像没事人一样的喝大酒。我说女儿丢了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啊？赶紧给我找女儿去啊！陈年福等的就是这句话，酒也不喝了，屁颠屁颠的跟在了桂芳后面。老板在后面跟他要酒钱，当然也假装耳聋听不见了。桂芳找不到妞妞是真急了，嗓子都喊哑了。陈连福则跟在后面假模假样叫唤了2声，一对眼珠子却始终盯着桂芳，显然在酝酿着什么坏主意。终于桂芳找到了一间破屋子里，陈连福一看机会来了，不由分说的就往桂芳身上扑。桂芳一个大耳刮子抽了过去，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陈连福的阴谋。然而此时的陈连福却已经红了眼，再次霸王硬上弓。幸好东华及时赶来，将陈连福先翻在地上。气愤的东华挥起拳头就准备砸下去，可面前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，终究还是没下得去手，转而去扶桂芳起身。然而此时陈连福却恼羞成怒，说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妞妞，随即转身离开了。陈连福虽然混账，但显然不会真的伤害妞妞。第二天妞妞便自己走回了家。桂芳刚松了口气，邻居却又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哎呦，桂芳，不好了，连福昨儿晚上摔沟里了，这走路下地的人发现的，他现在还人事不省呢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桂芳到底还是回到了陈家。陈连福经此一摔是彻底废了，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，连他最喜欢的下跪都做不到了，只能不停地哀求桂芳留下来。桂芳的内心十分矛盾，然而善良的她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照顾陈连福。陈连福由此结局，那是咎由自取。二人早已离婚，桂芳本可以袖手旁观，但她却义无反顾地选择留下来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称赞的。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，就请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讯息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